Hello，大家好，我是伟权，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今天这个视频啊，我们就来一点比较轻松的内容。今天啊，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年8月的时候去了巴厘岛一趟的一些心情还有体悟啦。OK， 那8月的时候啊，因为我要去那边上有关一些奇门遁甲的课。因为我老师啊，就去了那一边开课，那当做一种好像旅行加上课的一种体验。所以呢，那时候呢，我就带着我的家人，我们一起啊去了巴厘岛一趟。那我也当做啊是我的去学习，然后还有家庭旅行的一个机会啦。那这趟的旅程啊，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太多的希望。我没有放太多的一些想象，我只是觉得巴厘岛啊，应该是一个蛮有趣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在去之前啊，我就看到一些资讯，我有看到一些人分享，那他们就说啊，其实巴厘岛是一个非常有灵气或者非常有灵性的一个地方。因为巴厘岛啊有一个名称嘛，它就叫天神之岛。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我真的有点好奇，我去到那边会遇到一些什么事情，或一些什么体验这样子。但是我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 expectation， 一个期望。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安排了我们要到一个小镇，在巴厘岛上的一个小镇叫 Ubud。OK， 那如果你有去过，或者你对一些身心灵对瑜伽都很有兴趣的人的话，你很有可能呢有听过这个地方啦。因为这里呢，它那时候啊，我就觉得可以去看看啊，但是它离市区真的好远啊。OK， 那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就坐了飞机，然后搞了一整天，然后到了晚上我们才到乌布那一边。那时候我们选择的是住在一个瑜伽中心，当地一个非常出名的瑜伽中心。一个叫 Yoga Barn 的地方，我们住在它旁边的一个酒店。那去那边呢，我们就隔天呢，我们就去上课，去看这个瑜伽中心啊有什么课啊，我们就非常的惊讶，因为它的课程啊是可以排满整天的，它是一个星期7天，然后从早上7点多到晚上7点多都有课程，所以啊是那时候我就哇。好惊讶，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地方？而且呢，是超多的外国人都在那一边呀，好像有一种好像朝圣的感觉。那时候啊，我觉得对其他的课程都没有什么兴趣啦，我就选了一个比较简单，然后又感觉蛮有趣的，因为我之前呢是没有什么机会去学，那我就选了一堂课。那大家猜是什么课呢？对，其实就是一个气功课。那这个气功啊，有趣的点是由一个西班牙老师来教 ，OK， 那时候我就报名了，然后我就去上课。那在课堂上啊是非常的轻松，然后也非常的有趣。然后他给到我的一个领悟啊，其实是我们学这些八字、风水这些，其实我们讲的都是一种能量。风水讲的是环境，就是一种外在的能量。那八字说的是一种个人的能量组成。那当然，奇门遁甲也是讲类似的东西，讲个人的一个能量状态。那气功呢，也是在讲这个能量，它是讲一种气，所以它是通过一种肢体的动作，一种方式，一种你可以做的一个方式啊。去运这个气，或者呢，去从外在拿到更多的气，又或者呢，从你内在培养更多的气起来。那当然，这个是我非常粗浅的一个认知啦。如果这里有一些什么气功大师的话，就欢迎大家纠正我或让我知道更多有关气功的这些东西是什么。那只是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小时半的课程，但是我就有了，因为我本身有学了这些关于八字、这些风水、这些气的一个概念，所以我在去学气功的时候，所以很多东西啊都非常的容易通。
你会觉得很相通，都是非常契合的。这是我的第一个故事，就是我第一个的体验。那第二个啊，就是我在这个瑜伽中心，这个所谓的 Yoga Barn 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因为我太太也是有去上课嘛，那我就负责要照顾我的孩子，所以我就陪她在这个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你可以说好像一个 campus， 一个校园这样子。当然不是到大学的那种程度啦，它是一个蛮大的空间，蛮大的有一个很大的广场，然后很多不同的建筑组成的一个瑜伽中心。所以呢，我就带我的孩子啊，在这个地方去到处闲逛，去看看，然后去感受一下那边的能量。但当我在观察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地方原来有河流 ，OK， 有河流。那我就打开地图，就是 Google Map， 我就观察这个地方。这样给我发现，这个地方呢，其实它是2条河流的一个聚集地，就是它有2条河同时这样子流，然后聚集在一个点，然后再成为1条河，就2条河的交汇处。那这个瑜伽中心呢，就刚刚处于在这个交汇处 ，OK。所以当我看到这样子的时候啊，我就理解了。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来到这个地方？因为大家要知道啊，其实在乌布的其实有很多的瑜伽中心，但是在这里啊，最出名的应该是这个所谓的 Yoga 班。因为我之前啊，在小红书很多地方啦，在 Instagram 都有看到有人介绍这个地方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个呢，我去看它的地形的时候啊，它的入口啊应该只有2个主要的入口。那它的入口呢都非常的有趣，入口呢都是在比较高的地方，它的地形啊都是在比较高。然后你进入的时候，你要好像走楼梯这样子，走斜坡这样子下去 ，OK。当你去到最下面的时候，就是它一个很大的一个广场。然后这个广场呢，它的旁边啊，就是有2条小溪啦，我们不能说很大的河，它是一个小溪聚集的地方 ，OK。然后其中一条溪呢，是一条小溪呢，是有经过这个广场的下方。它这个广场呢，是一个木质的一个平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木质的平台。那我们每个人都会坐在上面啊，有一些地方有一些椅子、桌子，让你们去那边可能工作、休息、闲聊、交流这样子。那这个平台下方就有一条河这样子穿过去。那当我看到这样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有趣，因为我风水嘛，所以我就用风水的方式去观察这个地方。所以首先第一个，像我刚才说的，它是2条河的聚集，所以会让很多人啊都特别想来这里，因为它是一个气的聚集地。然后第二点，它的入口是比较高，然后往下，然后来到中间这个广场最主要的地方啊，所以也是一种让气从外面这样子往下流的一个格局。然后第三呢，是那条河呢穿过那个中间的这个广场。那在风水里面啊，其实这样子穿过去啊是非常的不理想的。因为就你想象你的家，你住的家下方有一条河在地底下这样子穿过去，其实这个呢是非常不好的一个流水。但是因为它是一个瑜伽中心，或者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好像很多身心灵要修行的人都会来的一个地方，所以啊这个东西呢就给了我一个概念，就是说原来啊，这个水呢，反而产生了一种好像净化的一种功能。因为啊，如果这样子的话，对普通人来讲，如果人居住在那边，它是一种煞气呀，它会导致这个人呢，过度的思绪过度的混乱，然后会时常生活到非常的迷糊。
因为这个水啊，当它是一种杀气的时候，它会好像让你冲击你的个人的一个 ego 或者你的一个意识，所以对有修行或者要往身心灵发展的人，反而是一个好事，因为很多人去那边只是一个短暂的上课，一个短暂的在那边，所以呢，他们很常就会 feel 感觉焕然一新呀，因为那个水的气呢，反而让他们有一种净化、一种 cleansing 的作用在那边。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你长期居住在那边，就非常的不理想了。就是我在这样子在走这个瑜伽中心的这个范围的时候啊，所得出的一些观察还有体悟啦，真的是非常的有趣。然后这个点呢，不是只有我的一个个人的判断，因为我太太呢，还要去上其中一堂课之前呢，她就坐在这个广场这里。那时候我还没有跟她分析这个地方的一个风水的情况是如何，那个能量是如何，但是她就坐在这个广场这里，然后刚刚呢是在那个河那个川地下那条河的上方。然后那时候他心情呢是非常的不愉快，因为他去上课前呢跟一个人啊产生了一些矛盾，他们就有一点争执这样子啦，所以他就有点不开心，他就坐在那边。那结果有趣的是，当他坐在那边的时候，他开始发现，他开始去看到自己的这个情绪，然后他开始感觉好像有一些东西被释放了，他开始觉得我不那么生气了。我好像要放开，或者要 let go 他内心的一些情绪出去，所以他就感觉这个地方很神奇，就是他觉得他坐在那个位置的时候感觉很神奇，但是因为他不太了解风水的一个情况是如何，所以他也不懂发生什么事。是他后来呢跟我聊到这个事情呢，他跟我分享这个的时候，我才跟他说，才结合了这个的一个情况 ，OK。所以这个呢就真的非常的有趣了。那这个地方啊，如果大家有去巴厘岛有去乌布的话，可以去看看。那当然乌布还有很多其他地方啊，听大家其他人分享啊，都是一个非常有能量或者非常有灵气的一个地方啦。那我个人呢是还没有去到，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局限啊，我们没有去太多的地方去探索。好，这是第二个故事啦。那第三个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乌布这个小镇过后，我们就去到一个海边的城市，海边的也是城市啦。那巴厘岛有很多海边的地方嘛，我们去了一个叫布达的地方。因为我老师的课程啊，就是在其中一个酒店那边举办，所以我们呢也住在附近。那当我去到那个酒店的时候啊，那我就去看它的泳池，去看它的那些设施的时候啊，我就偶然看到在这个酒店，在一个角落，在它的酒店的旁边的一个角落，他们有在拜神 ，OK， 就是他们当地一个印度教他们的那个好像神坛或者他们的神像放在那边。那时候我也没有想太多，但是我就有一个感觉，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去拜拜一下 ，OK， 就是当做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然后要好像给一个敬意或者 pay respect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说，我们去那边拜拜一下吧 ，OK， 那我们就走过去。那当我神奇的地方在这里，当我站在那边的时候，我就可以感觉到有一股非常强大的能量包围着那个地方。我很难跟大家形容那个感觉是什么，但是它就好像大家有好像一股热能在那边。或者那个空气的那个密度比较高，所以你会感觉好像有一股东西，但是那个空气又好像是看起来是没有东西，但是你站着的时候，你感觉有一种的好像压迫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体验呀？不过那个是我其中一次 ，OK，
其实，在这个巴厘岛之前呢，我也是有体验过好几次类似的觉，但是因为我们这一期是讲我去巴厘岛的一些经验嘛，所以我就分享这个。那当时我就站在那边要去拜拜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那个能量是非常强的，就坐在那边，就是一个空气密度很高，然后有一种压迫的那种感觉。呀，所以那时候这个事情啊，就给了我一个讲法。就因为我们在巴厘岛的时候啊，其实有看到当地的人啊，真的对这种膜拜或者这种宗教仪式啊，真的是非常的看重。而且呢，他们的这个礼拜啊，就是这个拜拜是每一天都会进行的。OK， 就好像如果你是在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就可能你是有点像你每天都会上香这样子啦。那但是在巴厘岛当地呢，他们是有一些仪式啊，他们会准备一些花啊，还是一些什么去进行这个仪式。所以呢，当我这样子看的时候啊，我就有一个体悟，我就觉得，当那个人啊，都有一种信仰或者一种相信的时候啊，那个能量是会聚集在那边的。所以，当某个东西越多人相信，或越多人去所谓的拜的时候，它其实它的那个能量就会越强，或者越让你容易感受到。所以那个当下就是让我有这样子的想法啦。那这当然不是什么很严谨的一个分析或者一个研究，这完全是当我站在那边的时候，我连接到的是一种，因为大部分人在当地所相信这个信仰的力量，然后产生的一种能量状态，对，它就是显现在这个其中一个庙或一个不是庙，它是一个每个在巴厘岛每个家或者每个建筑每个地方，他们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神坛这样子一个地方。所以那时候我就感受到了这个酒店，他们这些可能是他们的员工在那边上班，或者老板他们去膜拜的一个神坛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在巴厘岛的第3个故事啦，就跟这个能量很有关系的。那最后一个啊，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当我们过后啊，我们就从巴厘岛回来过后啊，我跟我太太啊都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说啊，这个地方它好像帮我们排除掉了很多东西。所谓的排除啊，就它是好像一种释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时候啊，就感觉你的身体很重，然后你有很多的一些包袱或者一些负能量在你的内心啊，或者在你的身体上。所以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啊，你都会感觉很累，或者要拖着很多东西走。但是那时候我们去了这一趟回来过后啊，我们是感觉非常的轻盈，感觉好像很多东西被释放了。OK， 所以我这样子的一个感受的时候啊，我就用我们八字里面，我们的五行里面来做了一个分析。那我那时候就跟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太太就说啊，其实这个巴厘岛呢，它的如果我用五行能量来定位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很强的火的能量，火还有水，主要是火，水呢是比较次要。那很有趣的是，巴厘岛啊，其实是一个有火山，是一个有一个火山的一个地方，是有火山的一个地方。所以呢，这个火山啊，就好像我们的五行里面的火。那这个火跟水啊，这两个能量呢，它如果大家有理解我们的五行的一些特征的话，火呢是一种很转化，它可以把某个东西去转化的能量。所以呢，它很多时候啊会提升你的一些能量状态，或者它可以帮助你净化某一些东西，然后让它达到更好的一个状态。那水呢也是有同样的功能，水呢就好像我刚才分析那个瑜伽中心的时候，它也是有一种好像可以净化不好的东西、不好的能量，
然后让它流动，因为水要动嘛，它是一个不断的在动的一个能量，所以呢，它通过这样子的时候啊，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去进行一个净化。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啊，在巴厘岛他们有一些庙呢，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仪式，就是你可以去那一边，它的一个好像喷泉，还是类似于小瀑布这样的地方，然后去做一个在水里面的净化。所以是同样的道理，我们的那个水的这个能量也是可以做这个啦。那当然，这个是完全一种我个人的感受。所以我就感受啊，这个巴厘岛啊，它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火跟水的能量 ，OK。所以啦，就当你有这样子一个能量很强的时候啊，它就会帮我们人啊，很多时候会释放一些过去不好的一些能量。所以非常有趣的，我后来才发现啊，我太太跟我说，有一部分的人呢会很喜欢巴厘岛。有一部分人呢就会非常讨厌巴厘岛 ，OK？ 那为什么其实这样喜欢的哦？很有可能呢，就像我们这样子，我们去到那边呢，我们感觉很多能量开始流动，然后有一些比较不好的东西都被排掉了，都被净化了。那不喜欢的人呢，很多时候很有可能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理论 ，OK， 没有得到认证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不喜欢的是因为这股能量呢来到他这里的时候，它很有可能呢会激起你内心的一些阴影或者一些阴暗面。所以如果你是一直以来都没有去处理过的，你没有面对过的，就是说你没有对自己有一个觉察。自己的一个能量状态有什么觉察的话，他这样子去冲击它，让它浮现的时候，你会感觉有一种很糟糕，因为你不习惯嘛 ，OK， 就你突然间被唤醒了某一些部分，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啊，可能好像情侣啊什么，他们去那边也是会有人说，哎，可能会分手，就是这样子，因为它这股能量呢是会冲击你，然后让你呢去面对你内心的一些事情 ，OK， 所以啊，所以我个人的见解，一个想法就是可能会有这样子两极的一个反应，就是如此啦。那今天的这个分享啊，就跟之前的有一点不一样，不过我觉得非常有趣啦，因为巴厘岛是一个印度教，就是这个宗教非常兴盛的地方。但是呢，我用这种中国玄学的东西啊去观察的时候啊，也是会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出来，然后反而会导致好像大家都是一体的，都是有点通的，关于一种能量上的东西。好，那大家如果喜欢这样子一点比较玄一点的分享的话，记得在留言让我知道啦。那如果以后呢还有类似的经验的话，我会再跟大家分享。那如果你也是有去过巴厘岛的话，也欢迎让我知道，然后分享一下你的体验，或者你有什么遇到一些神奇的事情吗？ OK， 那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一期见，拜拜。